说到荆轲，别把他往大侠身上套，说白了，他就是燕太子丹拿重金养起来的一柄人肉匕首，天天酒池肉林伺候着。你以为那是什么知遇之恩？那是预付的买命钱。荆轲心里跟明镜一样，吃了人家这些，这条命迟早得交出去。这就是一桩冷冰冰的交易，没有半分温情可言。荆轲捧着卷好的地图、藏好的独匕首上路那天，风萧萧兮易水寒，场面悲壮得让旁观者都抹眼泪。但当他站在秦国大殿上图穷匕见的那一瞬间，他其实已经死了。计划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再多的满腔孤勇也挡不住对面帝王手里那柄3尺长剑。这个画面你熟不熟？就像你老板平时画了1年大饼，突然请你吃顿好的，给你提一级，然后笑眯眯把一个烂到根的死亡项目塞到你手里。你以为那是被器重，其实那是被推出去挡枪子儿。资本家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响，天底下没有白来的好处。当甜头突然从天而降，先别急着乐，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兜得住，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身家性命全搭进去。荆轲用一条命告诉后人，没有匹配的硬实力做后盾，盲目的慷慨赴义到头来只能沦为别人棋盘上的弃子。再来看邹忌讽齐王纳谏这出戏，邹忌这人长得确实不赖。有天他对着镜子分别问老婆、小妾和来访的客人，我和城北那个出了名的美男子徐公比，谁更好看？3个人众口一词，当然是您帅。结果等徐公本人一到，邹忌凑近了仔细打量，得自己跟人家一比，简直是土疙瘩。邹忌没恼羞成怒，他倒吸一口冷气，瞬间把人性里最虚伪的那层窗户纸捅了个对穿。他想明白了，老婆说他帅是因为偏心护短，小妾说他帅是因为畏惧讨好，客人说他帅是因为上门有事要求人。这3拨人没一个跟他讲真话。这就是身份地位一旦拉开差距之后必然出现的信息失真。搁到你现在的职场里看看，这简直是字字见血的警告。你当了个小主管，底下一帮人天天把你捧上天，夸你方案绝妙，哪怕你写出来的东西跟垃圾一样，他们照样拍烂巴掌。你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才？醒醒吧，人家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份工资，不想跟你撕破脸罢了。等你哪天真的因为判断失误被一撸到底，这帮人散得比风还快，绝对没人替你说一句公道话。邹忌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没有沉溺在马屁里飘飘然，而是保持了刀刃一般的自省。他立刻跑去见齐威王，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当笑话讲给国君听，然后话锋一转，大王您想想，后宫嫔妃偏爱您，朝中百官畏惧您，四方百姓有求于您，那您被蒙在鼓里的程度得有多深？齐威王听完脊背发凉，当即下旨，但凡有人敢当面指出寡人过错的，重重有赏。这就是向上管理里的天花板操作，不动声色地把老板的认知给敲醒了，还让对方觉得是自己想通的，一点痕迹都不留。接着说，触龙说赵太后这出顶级心理博弈，赵国被秦军死死摁在地上暴揍，火烧眉毛等齐国来救，偏偏齐国开出条件，必须让太后最心疼的小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发兵。老太太护犊子护到了疯魔的程度，死活不松口，还撂下狠话，谁再敢来劝，我当面啐他一脸唾沫。满朝文武愣是没人敢再吱声。这时候触龙这个老头一瘸一拐的慢悠悠进了宫，他一个字儿不提国事，先跟太后唠家常，我这老胳膊老腿越来越不中用了，太后您最近饭量还行吗？这叫什么？这叫卸掉对方的心理防线。等太后松弛下来了，触龙话锋轻轻一拐，说自己有个小儿子想走后门谋个差事。太后一听，嘿，原来你也是个护崽的俗人。两人瞬间产生了共情，气氛彻底松动。地基打好之后，触龙才祭出那句千古利刃般的话：父母疼爱孩子，就应该替他谋划长远的路。他问太后，您100年之后，长安君在赵国寸功未立，凭什么站得住脚？
您现在把他藏在身后捂着护着，表面是爱，实际上是在亲手毁他的活路。老太太当场破防，眼泪哗的就下来了。第二天一早就亲自给儿子打点行装送去了齐国。这一刀捅的全是软肋，捅得精准，捅得致命。这段话放到今天，抽的是无数父母的脸。多少人把孩子当瓷器供着，怕热着怕冻着，恨不得替他把所有的苦全吃了。结果呢，养出来一窝连鸡蛋都不会剥的巨婴。等这些孩子被丢进社会这口大染缸里，对手可不会惯着谁家的宝贝疙瘩。你现在不舍得让他摔跤，等你老了再也挡不住了，现实会替你教育他。只不过那时候下手可就没轻没重了。再讲唐雎不辱使命，这又是一个硬到骨头里的狠人。秦王仗着国力碾压一切，想拿500里荒地来强换安陵国50里高的之地。明面上说交换，实际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安陵国君吓得腿肚子转筋，不敢硬顶，派唐雎去交涉。秦王一见面就开始放狠话。你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天子一怒，100万尸骸铺地，千里血河横流。这种话搁一般人身上早软成一滩泥了。可唐雎连眉毛都没动一下，直接怼回去。大王，您听过平民百姓发怒吗？用不着100万尸体，就2句血流5步，白绫裹天下。就是今天这会儿说完，直接按住剑柄站起来，一副你不让步咱俩就同归于尽的架势。秦王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他真没碰上过这种完全不怕死的疯子，当场怂了，脸色煞白，赶紧换副笑脸说：“先生消消气，我们慢慢谈。”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把命豁出去之后爆发出来的绝对威慑力。你对照自己现在的日子，在公司里被上级疯狂拿捏，天天无偿加班，连声都不敢吭，在外头被人欺负了，只敢回家躲被窝里咽泪。你越示弱，别人越蹬鼻子上脸。在这个丛林法则横行的社会里，你有时候就得亮出獠牙，让对方看见你那股大不了鱼死网破的狠劲儿。战国策里还藏着一个比荆轲还决绝的刺客聂政，严仲子花大价钱结交他，替他老母亲摆酒祝寿。聂政心知肚明，人家是冲着他的武功来的，但母亲在世，姐姐未嫁，他不能轻易把命豁出去。等到母亲过世，姐姐也有了归宿，聂政觉得这世上再无牵挂了，主动去找严仲子，答应替他了结仇人。聂政一个人提着剑硬闯壁垒森严的府邸，一剑捅穿目标。为了不牵连姐姐，他竟然亲手把自己的面皮一条条割下来，把双眼挖出来，最后剖腹而死。这种反人类级别的残忍和决绝，让人看得头皮炸裂。他把承诺和恩义推到了人类行为的最极端边界。现代人很难理解这种疯，咱们如今交朋友讲究的是利益互惠，谁会为了一顿饭一份赏识就把命填进去？但聂政这条血路真正刺痛我们的是另一件事儿。这个时代早就没有所谓的契约精神了，人人都在算计，都在称斤论两。你身边那些天天喊着给你2肋插刀的朋友，真到你落了难开口借3000块钱，能直接把你微信删了。聂政的热血映出的恰恰是我们当代人骨子里的怯懦和凉薄。我们越活越精明，也越活越孤立，越活越没有底线。再说孟尝君鸡鸣狗盗这段，孟尝君在秦国被扣下，命悬一线。紧要关头救他脱困的不是什么惊天伟地的大才，而是2个平日里被人看不起的野路子，一个能钻狗洞学狗叫去偷那件胡白球，一个能学攻击打鸣骗开城门关卡。孟尝君就是靠这2个上不了台面的货色捡回一条老命。这事儿听着荒唐，但里面藏着一套极深的用人哲学。在极限生死场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了格子的棋子。高学历名牌大学当然硬气，但偏门绝活在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看看现在的企业招人，非985不要，非海归不要，结果招进来一堆只会做漂亮 PPT 的花架子。真碰上突发危机需要野路子的时候，全公司上下面面相觑，谁都套不住招。
孟尝君的教训就是，不管你是打工还是当老板，圈子一定得广得杂，三教九流各路人马都得结交几个。你永远猜不到，哪天那个平时只会修打印机的技术宅，或者那个只会陪客户灌酒的老油条，会成为你绝境翻盘的唯一筹码。别瞧不起身边那些看似边缘的人，放低姿态，广交善缘，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顶级生存配置。再挖一个猛人齐国的钟离春，这女人长得奇丑，额头塌陷，双眼耷拉，鼻孔冲天，喉结突出，到40岁都没人娶。在那个看脸决定一切的后宫生态里，这是地狱难度开局，但她根本不吃什么颜值焦虑那一套。穿着粗布烂衫直接杀到齐国王宫门口，指名道姓要见齐宣王，张嘴就说自己要给大王当王后。宫里侍卫笑得前仰后合，觉得这丑八怪怕不是疯了。齐宣王当笑话把他叫进来，想呆个乐子，结果钟离春一开口，句句是刀。大王，您日日沉迷声色犬马，外有虎狼之国磨刀霍霍，内有佞臣结党营私，国家马上就要散架了。齐宣王听完满头冷汗，当场封他为后。这就是纯粹的实力碾压，是用脑子里的真货把一切外在劣势打得粉碎。你再看看现在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容貌贩卖，逼着你花大价钱去医美，去买奢侈品，去整容削骨，生怕长得不够精致就活不下去。可钟离春2000年前就用事实告诉你，当你脑子里装着能救人命的顶级认知时，那张脸根本无足轻重。在这个残酷的竞技场里，能让你真正站稳脚跟的，永远是你不可被替代的核心价值。战国策里全是利欲熏心的人精吗？也不全是，有个叫鲁仲连的，简直是那个疯人院里仅存的一束光。赵国被秦军围困得奄奄一息，有人跳出来说不如投降算了，尊秦王为帝保个平安。鲁仲连当场炸了，指着劝降那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秦国那是个不讲仁义只认拳头的虎狼之邦，你让天下人尊那种货色为帝，老子宁可跳进东海喂鱼，也绝不给他当顺民。他凭一己之力，一张嘴把主和派驳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硬是帮赵国撑过了最黑暗的绝境。事后平原君拿出重金高官要酬谢他，他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夜收拾包袱走人了。他说替人解了困局还要伸手讨赏，那就成了唯利是图的买卖人。在那个礼崩乐坏人人逐利的年代，鲁仲连硬是守住了人类最后一根脊梁骨。反观现在呢，多少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连底裤都能卖，我们活得越来越八面玲珑，却把心里那根顶天立地的骨头给活活抽掉了。鲁仲连的存在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所有人人活一世，总得有那么一两条打死都不能踩的底线。讲到这儿，《战国策》里这些杀人不用刀的权谋博弈，其实都在反反复复验证同一个核心真相：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而是冷冰冰的价值交换。这本书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人想把它列为禁书？因为它把统治秩序的遮羞布撕得一丝不挂，它毫无遮拦地告诉你，所有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外壳底下，全是精密的算计和残酷的博弈。在那几百年天翻地覆的乱世大熔炉里，旧贵族体制轰然坍塌。不管你是街头乞丐还是屠户的儿子，只要你脑子转得够快，下手够果断，就有可能一夜之间位极人臣。这里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也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只有一群为了活下去使尽浑身解数的野兽。每个人都在用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头顶的乌纱帽。战国策的核心要义不是教你如何去坑人害人，而是教你在一个秩序崩塌、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里怎么看穿别人下的套，护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它是上古版的暗黑生存手册，逼你吞下那颗清醒到刺骨的药丸，把你从被糖衣裹住的童话世界里一把拽出来，让你直视这个由欲望和利益驱动的真实牢笼。醒过来之后，是不是觉得浑身发冷？当然了，
每天睁眼就要面对还不完的分期账单，躲不过的办公室明枪暗箭，眼看着菜价肉价蹭蹭往上蹿，工资卡上的数字纹丝不动，你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战国时代路边一棵没人搭理的野草，随便哪阵歪风刮过来都能把你连根卷走。你焦虑，你夜夜失眠，你一把一把掉头发，你觉得这操蛋的生活根本望不到头。但你把耳朵竖起来听我说，你今天咽下的这些憋屈，2000多年前的苏秦、张仪、冯艮全都咽过，他们也在深夜里死死咬着被角不让自己哭出声，也曾被踩进泥浆里半天翻不了身，但他们没被压趴下，因为他们把每一次屈辱都磨成了锋利的刀刃。你现在经历的每一次被穿小鞋，每一次被甲方当面羞辱，都是在给你的操作系统强制升级，把《战国策》嚼透了，你就相当于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隐形铠甲。老板在给你画大饼，你心里冷笑，不见真金白银免谈。同事在跟你耍花活，你一眼就把他的底牌看穿。你不再是那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软柿子，你学会了在暗处蛰伏，学会了不动声色的积蓄力量，学会了在决定性的时刻给对手雷霆一击。日子确实像台绞肉机，但你已经不再是被碾进去的碎肉了。你开始懂得利用规则，甚至开始在你能触及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别怕那些呲牙咧嘴的人，他们往往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守住你内心的冷静和锋芒，学战国刺客的做派，不动如山，动若雷霆。累了就歇一歇，允许自己暂时弯腰低头，但只要你胸膛里那团火还没灭，脑子还在转，这盘棋你就还没输。战国策的故事到这儿收尾了，合上这本书，擦掉额头的汗，把腰杆挺直了，去面对明天那个操蛋但同样遍地机会的世界，给自己祭死一句话，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比那些等着看你笑话的人更狠、更好、更他妈的精彩。今天咱们聊战国策，你给我听仔细了。假如你现在活得像条丧家犬，天天被领导呼来喝去当牲口使，被车贷房贷掐住脖子喘不上来气，那你就必须翻开这本《战国策》。这玩意儿不是什么劝人行善积德的心灵鸡汤，这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丛林求生指南，专门教你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世道里，怎么凭一颗脑袋和一副铁心肠撑到中场。外头有人骂这书阴损缺德，可你把那层遮羞布扒开看看，他写的不就是血淋淋的人心、贪得无厌的欲望，还有冷冰冰的等价交换吗？你现在活得拧巴，根子在哪儿？是你太把规矩当回事了。你拼死拼活熬到凌晨2点赶出来的方案，转头就被那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家伙领了功，你心里堵得慌，对不对？可你知道吗？2000多年前那帮在列国之间跑断腿的说客，面对的比你狠10倍，稍有不慎就是人头落地，满门抄斩。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只能把人性这本账翻烂吃透，才能从刀尖上舔出一口活命的血。别再拿什么吃亏是福来麻痹自己了，没本钱的吃亏那就叫白挨揍。《战国策》这部书就是要把所有体面的画皮一层层撕给你看，让你直面一条扎到骨髓的铁律。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铁打的交情，有的只是铁打的利害关系。你兜里没钱，手上没权的时候，连楼下看门的大爷都懒得搭理你。话粗，但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唯有当你把这些底层密码看穿了、嚼碎了，你才有可能在这糟心的日子里夺回哪怕一丁点主动权，不再做那只被人按在案板上剁的肥羊。先讲苏秦，这人早年混得有多惨呢？简直就是失败者的活标本。他把家底掏空了，跑去秦国兜售自己那套宏伟蓝图，结果蹲了1年多，银子烧干了，衣裳磨穿了，到最后只剩一双烂得不能再烂的草鞋，挑着2捆破烂行李，跟条丧家犬似的灰溜溜爬回洛阳老家。这副德行跟你创业血本无归，欠了一圈高利贷，或者突然接到裁员通知，
不敢回家面对老婆孩子的那个窝囊模样，是不是一模一样？苏秦踏进家门那一刻，心凉透了。他媳妇儿坐在织布机后面，眼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拿他当个屁。他嫂子一看他两手空空，没带回半两银子，连碗剩饭都不肯热。他爹妈更绝，从头到尾一个字儿不跟他说。这就是骨肉亲情在穷困面前的本来面目，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都凑上来攀关系，你一朝落魄，至亲骨肉比陌生人还冷。苏秦就窝在那间黑咕隆咚的屋子里，耳边全是冷言冷语。那一刻，他彻彻底底看清了这个世道到底按什么规矩运转，换成一般人可能就此认栽躺平了。但苏秦这人骨子里带着股邪劲儿，他不光对别人心狠，对自己更是往死里整。他把压箱底那套姜太公的阴符经翻出来，没白天没黑夜的死磕。每回困得脑袋往桌上栽的时候，他就操起一把尖锥子，照着自己大腿肉最厚的地方狠狠扎下去，血顺着腿肚子淌到脚后跟儿，疼得浑身打摆子。这就是史书上写的锥刺股。他不是有病，他是在用肉体上的剧痛一遍遍提醒自己，要是翻不了身，这辈子就只能在烂泥坑里昂到死，就靠这股子不要命的狠劲儿。他硬是把列国那帮大佬的心里摸了个底朝天。苏秦2度出山，揣着合纵的方案直奔赵国。他对赵王说，眼下各国就像一把松散的筷子，秦国随手掰一根就断一根，早晚全给人家吞干净，唯有捆到一块儿才能扛住。那张嘴跟开了挂一样，把利害得失掰开了揉碎了往赵王脑子里灌。赵王听得目瞪口呆，当场甩出大把金银珠宝，直接封他做武安君。你瞧见没？这就是硬核专业能力叠加对人性的极致洞察之后爆发出来的恐怖杀伤力。没过多久，苏秦挂上6国相印，成了整个天下最顶级的打工皇帝，权势大到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等他再路过洛阳老家的时候，那阵仗简直了各国派来护送的车马队伍绵延几十里地，排场比王侯出巡还唬人。他爹妈领着全家老小跪在官道两旁，脑袋贴着黄土不敢抬，端茶递水的手抖得跟筛糠似的。这就是现实，你的体面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是你自己一拳一拳打出来的。苏秦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嫂子，故意开口：嫂子，当年你连口热饭都不赏我，今天怎么这副模样？他嫂子脸皮子贴着泥土，蚊子哼似的挤出一句：因为小叔子您现在位高钱多。苏秦听完仰脸长叹，还是这副皮囊，有钱了亲戚跪着舔，没钱时亲戚绕道走，何况外人呢？这句话把2000年来人际交往最残忍的底牌翻了个底朝天人打量人，从来只看你身上挂着多少标价签儿。这段往事刺不刺你？搁现在，你要是手里没2把刷子，卡上没点余额，过年回家连饭桌的主位都轮不到你。这不是什么人品好坏的问题，这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苏秦的翻身仗是拿大腿上的血肉换的，是无数个暗无天日的夜晚死磕人性换的。他告诉你一件事儿，当你陷在谷底的时候，别浪费时间抱怨世态炎凉，那只是因为你还没强到让所有人不得不对你弯腰。但苏秦的下场并不光鲜，他后来在齐国被人暗杀，临咽气前还摆了一道登峰造极的旗。他嘱咐齐王把自己的尸体五马分尸示众，对外宣布他是燕国安插的内鬼。这么一来，躲在暗处的真凶为了邀功领赏，必定自己跳出来。这人到死都在算计人心，冷酷到了极点，也清醒到了极点。他活得累，但他活得通透。他把整个乱世当成了修炼自己的修罗场。苏秦讲完，该说说他的宿敌张仪了。如果说苏秦是靠一腔狠血硬生生杀出来的，那张仪就是靠一张铜皮铁嘴和顶级忽悠术横行天下的。张仪早年也倒霉透顶，有回去楚国宰相府上赴宴，席间宰相丢了一块值钱的玉佩，满座人的眼睛齐刷刷戳向张仪，理由很简单，他穷。穷人出现在那种场合本身就是原罪，
一帮人把他摁倒在地，暴揍了一顿，打得皮开肉绽，差点没把命丢那儿。张仪被人拖回去，他媳妇儿看着他满身血痂，又心疼又来气。你要不是非要去读那些破书，学那些骗人的把戏，至于挨这顿毒打吗？张仪费劲巴拉地撑开那张肿得跟猪头似的嘴，问了一句千古留名的话：“你瞅瞅，我舌头还在不在？”媳妇儿愣住了，还在。张仪咧嘴笑了：“舌头没断，老子迟早翻天。”这就是张仪的底牌，他心里门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局里，脑子里的算盘和嘴皮子上的功夫，就是他全部的杀器。张仪后来投奔秦国，玩的是连横术，他的核心招数浓缩成一个字：骗。他跑到楚国忽悠楚怀王，说只要你跟齐国断交，秦国立马把商个那块600里肥地双手奉上。楚怀王这个天字第一号冤大头一听，觉得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当场跟齐国撕破脸，还特意派人跟着张仪去秦国接收地盘。结果到了地方，张仪装病缩在屋里躲了3个月，等终于露面了，一脸无辜地说：“哎呀，我说的是我私人名下那6里地，不是国家的600里呀。”楚怀王气得七窍生烟，差点当场绝过去。这招阴不阴？那是真阴。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讲信用的老实人往往死得最早。张仪这是在用活生生的案例教你面对碾压级别的对手，傻乎乎正面硬刚就是找死。你得学会装孙子，学会设圈套，学会拿对方的贪心当刀使。看看现在商场上那些高段位选手，哪个不是在打心理牌？你以为大家坐下来是在真心诚意谈合作？扯淡！每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亮底牌，谁先摊开手心，谁就先输掉一半筹码。你可能觉得张仪这号人渣茬子简直没有下限，但你有没有琢磨过，为什么那些手握重兵的国君偏偏对他言听计从？因为他端出来的方案虽然藏着刀子，却实打实地戳中了各国的命门。他不是在胡编乱造，他是在对各国的兵力部署、粮草储备、地理优劣做了精密扫描之后才下的刀。这就像你现在出去谈业务，你得先摸透对方缺什么、怕什么、最想要什么，然后才能精准拿捏。张仪那条舌头顶得上30万精兵。张仪晚年虽然也被人排挤打压，但每回都靠那张嘴绝处逢生。他留下一条铁律，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没有爹妈留下的家底，没有过硬的靠山资源，那你的表达能力和思维深度就是你唯一的翻身利器。别整天闷着脑袋蒙头干活，你得学会开口，学会让人看见你值多少钱，不然你就只配像那个丞相府里的下等仆人，干最脏最累的差事，还要随时准备替主子扛黑锅。接下来讲冯贤，这家伙在孟尝君门下混饭吃的时候，一上来就表现得像个泼皮，没肉吃弹着剑柄唱酸曲儿，没车坐还是弹着剑柄唱酸曲儿，搞得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过是个贪得无厌的废物点心。但孟尝君够大气，要什么给什么，一一满足。后来孟尝君派他去薛地催收欠款，冯浑到了那个地方，不但没往回收1文钱，反而把所有债务人的借条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大声宣布孟尝君心疼父老乡亲，这些债通通不用还了。老百姓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跪在地上磕头。孟尝君当时差点气炸了，让你去要账，你倒好把本钱全给烧了。冯浑一脸淡定地回了4个字：我给您买了义。那时候孟尝君压根儿不明白义这种虚头巴脑的玩意儿能值几个铜板，直到后来他被齐王一脚踢出权力中心，灰头土脸滚回薛地。刚到地界，老百姓扶老携幼出城上百里来迎接他。那一刻孟尝君的鼻子酸了，他才真正懂了冯弘的当初那一把火烧掉的不是钱，是给他买了一条退路，一道护城河。这就是所谓的狡兔3窟。你在公司风生水起的时候，得给自己买几条后路，攒一些人情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天风向就变了。
这事儿放到眼下就是纯粹的风险管理课。别以为你现在坐在大厂里拿着几十万年薪就高枕无忧了，行情一变脸，你明天就可能被扫地出门。你在位子上的时候有没有拉过别人一把？有没有给自己搭起一张兜底的人脉网？假如你的全部价值都绑死在那个工牌上，那你就是在钢丝上裸奔。冯耿教的是一种长线算法，在你手头有余粮的时候，匀出一点利给别人，那本质上是在给未来的自己交保费。冯耿还没收手，他紧接着又在魏国和齐国之间替孟尝君布了一盘大棋。他放出风声，让魏国用重金来挖孟尝君。齐王一听急了，好家伙，自家人才要被撬走了，赶紧把孟尝君请回来，高位复职。这么一倒腾，孟尝君的位子比从前更铁。这就是借力打力、资源对冲的威力。冯耿不是在耍小聪明，他是在利用多方利益的互相牵扯，硬生生给自己的主子找到了最优解。这种棋局一般人根本下不了，但你至少得学会看这种棋，看懂了，你就比90%的人多了一层视角。在《战国策》里，像冯学、苏秦、张仪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在极端高压下拼命求活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谁天生金光闪闪，他们也怂过，也为几两碎银低声下气过，甚至也干过昧良心的勾当。但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敢睁开眼直视这个世界最丑陋的那一面，然后从丑陋里面抠出一条活路来。他们不装，这就是《战国策》最让人上头的地方。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每天在为了活命拼尽全力的左右周旋，在家庭、单位、社会3口锅之间来回跳，累得跟条拉磨的驴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付出了那么多，依然活得这么拧巴？因为你太想当好人了，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了。《战国策》的意思不是让你去害人，而是告诉你好人可以做，但你先得长出一口能咬人的利齿。没有牙的老好人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块现成的肥肉。这话不好听，但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再来看赵威后，这是个极其通透的老太太。齐国使者上门拜访，一照面他先问今年庄稼收成怎么样，百姓日子过得去吗？最后才问齐王身体好不好。使者当场黑脸，您这规矩不对吧？应该先问国君才是。老太太不慌不忙，甩出一句话砸得对方哑口无言：没有收成哪来的百姓？没有百姓哪来的国君？这句话搁到今天就是最朴实的底层逻辑根基不稳，上面搭的再花哨也是空中楼阁。不管你是开公司还是过日子，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去维护你的身体，你的核心手艺，你身边最贴心的人，那你爬得再高都是虚架子，一阵风就散。现在多少企业天天喊数字化转型，喊赋能，喊生态，结果员工工资拖3个月都发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赵威后用最家常的几句话捅破了权力的本质，所有高大上到最后都得落回柴米油盐。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被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忽悠得找不着北。